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今天这期视频是一个比较浅的开箱类视频啊，这个纯开箱的节目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做了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苹果刚刚发布，也是官网上刚刚更新的 MacBook Pro 和 MacBook Air 2019最新款，在硬件和 ID 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但是苹果说可以给我们两台体验一下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目前 MacBook Pro 和 MacBook Air 的现状，并且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，很多小伙伴上大学或者说即将进入工作，他是选择买苹果笔记本电脑呢，还是普通的 Windows 笔记本电脑呢？应该有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惑。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，马上开始。谁说买二手机没有保障？来小白有品，3天物流退货，180天保修，有手机有电脑，还有各类品质二手3C 数码兼货。小程序搜索小白有品或扫码即可上车，有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高价回收哦。我们先来拆 Air， 这个是金色版本的。我们这台的配置呢，就给大家打在这里，就不再赘述了。之前这个 Air 更新之后呢，我们也没有体验，因为我们工作室全部都得用这个 Pro 的电脑。这次呢，它的这个包装上新加了一个直接撕的一个怎么说，一个小标签吧。外包装上呢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哎，掉下来了。好，电脑先拿出来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是这个15寸的 Pro。我当时开这个电脑的时候，心情激动的不行。现在开了太多次了，没有什么心情上的变化了。配置方面呢，还是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比较长的双 C 口的一个线充电头。这个充电头是30瓦的Type C 的一个充电头。这两个东西呢，只要是原厂的都不便宜，所以说你还是小心为妙，不要给它搞丢了或者搞坏了。Air 咱们先放在这儿，咱们再来看 Pro 版本呢，同样也是有这种小的这个标签啊。这次在包装上应该是统一整改了，就比较方便你打开。我们这台呢是13寸的一个中配版，就是它有4个配置，这是第2个配置。配置呢也给大家打在这里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。Pro 版本的这个电源呢都要大很多，这个是刚才开的 Air， 这感觉有点像这个 iPad 那个充电头，稍微大了一点，这个大小对比一下。Pro 这个瓦数呢更高，这个是61瓦，这个是30瓦的，里面同样还都是有一层这个纸的。有苹果味儿。这两台电脑的价格上呢，其实也差不太多，这个是10399，然后这个是11000，相对于过万的一个电脑来说，1000块钱的这个差价呢，应该是属于同级别的电脑。这个有很多小伙伴也在纠结这两台。先来说这个 Pro 啊，这次的 Pro 上呢是改变比较大的。其实也不是太大，就是它的入门版也有 Touch Bar 了。之前的这个13寸的 Pro， 它的入门版本是没有 Touch Bar 的，然后价格上呢要稍微低一些，但是这次这个价格呢起售呢是9999，然后稍微高一点呢就是1万多了。既然给你了一个东西，那别的地方是吧，稍微就得少一点。全系呢都标配 Touch Bar， 但是它这次的主频呢是有降低。之前呢是2.4到4.1 赫兹，这次是1.4到3.96 赫兹，而且在显卡上呢之前是655，然后现在是645。苹果电脑的用户呢可能对显卡要求呢也并不是太高，如果要是对显卡有要求，肯定也都不考虑苹果笔记本了。SSD 呢是256G 的，在内存上呢也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就是不管是 Air 也好还是 Pro 也好，现在如果你要买笔记本的话，如果你要买纯 SSD 的话，那么256G 只是一个起步空间，128G 真的是不够，256G 其实我都觉得已经很小了啊。256G 起吧，就是512是一个比较好的空间。再来看 Air 这一边，我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之前改版之后的这 Air， 但是这一代的 Air 跟上一代呢，这外表上啊一毛一样，没有任何区别，你看不出来的。但是呢，它加入了一个 True Tone， 也就是原彩显示那个功能。两个屏幕的分辨率呢都是2560×1600的，都是2K 级别的分辨率。然后两台呢也都有这个苹果的 T2 安全芯片，这个就是新加入的这个东西。两台这个屏幕素质上啊，我看着这基本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区别。在视频里你可能看到这个比较偏黄，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直射灯打在上面，它可能原彩显示上做了一些调整，然后这边呢是没有光的，相对来说呢更冷一些。OK， 先来说一下这两台的这个选择啊，我自己呢是有一台 MacBook 的，就是那个最轻薄的那个本但是这一次呢，苹果是也不知道是停了还是还没有更新，反正现在是没有那个最轻薄的呢，只有
MacBook Air 了。就是我用那个 MacBook 用惯了之后啊，觉得这个 Air 都有一些厚重，因为那个真的是特别的轻薄。这两台如果你是学生党，准备上学使用的话呢，1万块钱如果买苹果的笔记本，我们肯定还是推荐 Pro 的，因为毕竟怎么着它也是 Pro。Air 这边呢也是 OK 的，但是在性能方面呢，相对来说，比如说又没有 Touch Bar， 相对于 Pro 来说呢，还是稍微差点意思。如果要是比较强调生产力呢，肯定是 Pro， 肯定不用想的啊，因为他们俩价格也差不太多，而且呢，现在还有这个教育优惠，教育优惠呢都便宜800块钱，还送一个1000多的一个 Beats 的一个耳机吧。两个如果选择的话，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一些 Pro， 不管是男生女生，还有就是出差办公使用的话，这个 Air 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。这个是金色的版本啊，这个说实话呢，我个人并不太喜欢这个金色，但是这一台呢，好在做的不是特别土，有一点那种淡淡的粉色啊，比较适合女孩子来用。OK， 下一个问题，如果想买一个笔记本的话，是买苹果的笔记本电脑呢，还是买 Windows 的？如果是你的预算足够的话啊，以这个为前提。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，1万多块钱的 Windows 的笔记本真的是可以挑选的余地非常多啊，有非常高配置的笔记本你可以来选。OK， 那么就第一个问题来了，游戏。买苹果的笔记本电脑，你基本上就放弃了玩游戏了，或者说你玩游戏的话，就不要想着买苹果的笔记本电脑。虽然说也可以玩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完全是设计驱动的啊，真的是好看轻薄，看起来设计感非常强，非常精致。那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散热可言。你可以看到一整块板，然后后面一个孔都没有，你觉得这个散热能好吗？虽然说它是全金属的这个机身，游戏跟苹果笔记本电脑是画叉的。先来说第一个场景，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的话，新生开学想买一台笔记本，你的专业软件性比较强，就比如说有一大堆要学的这个软件的话，那我们并不建议你买苹果的笔记本。苹果的笔记本呢，它软件兼容度上呢是不太好的，就比如说很多 Windows 上的这个软件在这个上面是不好用的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的，这个是不太合适的。然后还有就是视频编辑这一些，苹果的 MacBook 系列呢是比较合适的。我们频道里边你看到的所有的视频都是用苹果的 FCPX 这款软件做出来的啊，它在视频剪辑方面的这个功能呢还是非常强大的，图片的处理啊这些都是非常 OK 的。但是比如说你有一些专业的软件，苹果的兼容性呢确实是不太好的，游戏也是不行。如果你要是上班的话啊，这个上班来说相对就处理的，比如说是文字啊，或者说一些这个图片啊、PPT 啊、Keynote 呀这些类型的工作，那么苹果的笔记本呢也是完全的可以胜任的。相对来说，它颜值也比较高啊，带出去也比较好看，这个是真的。其实这样来说呢，苹果的笔记本呢是有好处也有坏处的。你可能刚才听完了之后觉得哇，它这个本好像是局限性很高啊，其实不然。因为它的系统是封闭的，所以说非常的纯净，你感受不到任何的什么广告啊，他们的系统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的，这一点上会带给你一个非常沉浸的工作或者说学习的一个氛围。比如说你的电脑是可以打游戏的，你难免会把游戏下载下来，有事没事的去玩一下，但是买了苹果的笔记本就再也不用想打游戏了。我的第一台笔记本呢就是一台15寸的 MacBook Pro， 早期关注我们频道的人应该知道啊。我在大学呢是从来没有玩过游戏的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我是一台苹果的笔记本，玩不了游戏，所以我就干脆不想了，就是做一些视频啊，或者说看一些视频呢也就行了，就是把自己强逼到那儿，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吧。主要呢，大家应该都在纠结于到底是买一个 Windows 的笔记本还是买一个苹果的笔记本，这个上面颜值高，这个是它一个天然的优势吧。确实，相对于一众傻大黑粗的 Windows 笔记本来说呢，这个苹果的笔记本一直是在颜值上非常在线的。OK，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开箱视频啊，就没有任何深度的测试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关于苹果 MacBook 系列的一些问题呢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或者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回复，扫码直接关注就可以了。除了视频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刚才说过了，赶紧扫码关注。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，或者说你想看到什么类型的视频，可以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，还有新浪微博小白测评与我们互动即可。OK， 这期2019最新 MacBook 系列的简单开箱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这个 Pro 还是 sorry 啊。